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这一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异构计算重构 AI 的物理边界。核心结论是利用架构解耦突破大模型推理的记忆墙瓶颈。实验数据显示，系统具备支持100万级超长上下文的潜力，配合未来光互联技术，能实现低于1皮焦每比特的极致能效。这种演进将消除长文档解析的等待感，并大幅降低底层的算力浪费。在异构计算背景下 ，AI 工作负载正发生不可逆转的移位。随着千兆瓦级数据中心的建立，模型前向推理即将占据算力消耗的绝对主导。天平对比直观显示，推理负载的重量已远超训练。当智能体全面接管应用层原有的单点优化方案将彻底失效。随着推理任务增加，智能体的交互模式变得异常复杂，编程等复杂任务平均需要20到30轮交互，这使得上下文长度迅速突破30万，甚至达到100万级。token 庞大的历史记忆正在产生严重的雪球效应。简单聊天只是起点，高性能智能体对硬件的压榨才刚开始。在长上下文压力下，系统的真正瓶颈已经发生了迁移。研究指出， MFU 和 MBU 等传统硬件评估指标已存在致命盲区。即便算力和带宽都没有跑满， AI 吐字速度依然可能变得极慢。这说明阻碍速度的已不再是算力强，而是巨大的记忆容量强。海量数据吞没了显存空间，最终导致计算核心无事可做。为了破解记忆墙困局，该研究引入了2个衡量推理状态的关键指标。首先是操作强度 OI， 代表每读取一字节数据执行的计算次数，决定了系统对带宽的依赖。其次是容量足迹 CF， 即每次请求占用的显存容量，决定了系统的并发服务能力。这2把钥匙能让我们跳出传统带宽限制，精准识别智能体推理的真实瓶颈。在引入 OI 和 CF 后，传统算力评估模型的盲区便显现出来。传统理论只关注算力和带宽，却忽视了导致资源浪费的容量受限区。当模型持续吐字时，算力利用率往往极低，其原因在于极高的容量足迹 CF 导致系统无法装载足够数据，从而难以填满算力和带宽。这意味着现有法则无法准确衡量智能体推理的全貌。大模型推理的物理版图可以被划分为4个象限，左侧分布着传统的算力受限和带宽受限任务。然而，位于右上角的容量受限象限才是智能体面临的新挑战。这里的任务展现出极高的容量足迹，甚至面临容量与带宽的双重挤压。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急速膨胀的容量危机，而不仅仅盯着算力利用率。在具体场景中，不同智能体对硬件的需求呈现出极强的非通用性。以 Llama 70B 为例，简单的聊天任务以解码阶段为主，但对于电脑操作等工具型智能体，预填充数据量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这意味着单次请求需要系统瞬间吞吐海量的背景信息。这种需求分布的巨变，正让原本擅长通用任务的芯片感到顾此失彼。随着并发处理量增加，智能体对显存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坐标图明确显示，即便 batch size 较低，绝大多数任务的显存需求也已轻易突破 B200 单卡的理论极限。这不仅意味着单卡容量捉襟见肘，也指出了硬件配置的尴尬。盲目堆叠昂贵显卡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会因为操作强度 OI 过低，导致昂贵的算力资源陷入长期闲置。推理过程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物理特性。在预填充阶段，系统展现出极高的操作强度 OI 疯狂消耗算力芯片的计算性能，但在解码阶段 OI 骤降，系统深陷带宽与容量的泥潭，这导致算力出现大面积闲置，硬件被迫沦为 KV 缓存数据的搬运工。这种对立的需求意味着单一加速方案很难在整个推理生命周期保持高效。面对巨大的记忆墙，算法层面试图通过优化注意力机制来突围。实验对比了48层16位模型下的不同架构 ，GQA 和 MLA 相比，传统的 MHA 显著降低了内存消耗。然而，这种优化仍未彻底治本。在智能体动辄100万字的超长上下文面前，即使是最优的 MLA 架构依然感到吃力。算法改进虽然有效，但在物理层面的容量极限面前仍存在明显的边界。专家模型 MoE 虽然通过稀疏激活省下了计算量，却加重了显存焦虑。
对比 Llama 370B 和 DeepSeek R1，稀疏模型往往处于极低的操作强度 OI 和极高的容量足迹 CF 区域，这意味着 MoE 比传统模型更严重地受制于内存带宽。即便计算量变小，总显存需求依然高度依赖庞大的权重总额和长上下文缓存。物理层面的守恒定律并没有被稀疏架构打破，虽然MoE带来了显存压力，但量化技术正在提供直接的对冲红利。目前4比特量化已极大降低了门槛，成倍压缩了内存容量与带宽需求。通过发光立方体的对比可见，从16比特到4比特具有显著的体积缩减。非对称量化有望进一步挺进2比特时代，但这或许已接近物理世界的压缩极限边界。量化的终局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突破路径。当单点算法优化和量化逼近极限时，同构计算的终局也就到来了。由于算力、内存和网络的增长极度不平衡，依赖单一通用芯片已让数据中心陷入性能死胡同。未来的破局之道在于跨越全链路的系统级异构集成，这意味着必须打破同构架构，让每一份硅片只处理它最擅长的事，从而实现更高维度的效能提升。在异构集成架构下，预填充与解码阶段应走向彻底分居。既然二者物理需求截然相反，未来的 AI 服务系统将设计独立的加速器。预填充阶段使用橙色标识的专属芯片，主攻极高的算力吞吐。而解码阶段则采用蓝色标识的加速器，侧重极致的内存带宽与海量容量，配合混合精度计算，系统能灵活切换算术格式，确保各阶段都在最契合的硬件上运行。在算力与内存解耦的趋势中，光学 I/FEO 技术将接替放缓的摩尔定律，主导未来的数据传输。通过光互联技术，数据传输功耗能断崖式降至低于 1PJ 每 bit 的水平。这种极致的带宽能效使得内存可以脱离计算核心进行单独堆叠，至此，算力与内存真正实现了物理池化。这种分家模式彻底解决了两者互不匹配的拖累问题，让硬件资源得以更自由的扩展。在池化硬件的基础上，未来的 AI 模型不再是写完就跑，而是软硬件深度定制的产物。在预训练和后训练阶段，模型会根据部署集群的 HBM 容量、网络拓扑进行深度蒸馏与改造。这种定制化蒸馏能让算法与硬件像齿轮一样咬合，这不仅极大提升了推理效率，也形成了一道隐形的护城河。没有相同的底层物理设施，第三方将很难复现同等量级的性能表现。在深度定制的体系中，芯片间的通讯带宽已成为决定集群成败的胜负手。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正不断打破现有局域网络的规模限制，同时，异构交换技术，特别是光学电路交换 OCS 将被广泛采用。这能将成千上万颗不同形态的芯片连为一体，实现 Scale-up 网络的无界扩张。这种连接能力是支撑大规模异构集成系统的核心基础。无界扩张的网络让构建多级记忆体系成为可能，从而为智能体提供无限外脑。研究提出了将短期工作记忆与长期知识记忆彻底分离的架构。系统根据 OI 和 CF 指标的实时变化，在 SRAM、HBM 到 LP、DDR 甚至 SSD 之间毫秒级调配。这套分层体系挂载了 KV 缓存池和分布式文件系统等丰富生态。多样化的存储介质协同工作，解决了单一内存介质无法支撑复杂记忆的问题。在多级记忆体系稳步推进的同时，必须警惕技术范式的突变。新兴架构如扩散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 SSM 的崛起，随时可能重塑当前的硬件战需求。这意味着完美的硬件系统必须具备容纳未知 X 变量的弹性。此外，面向端侧的极限蒸馏正在开辟全新的轻量化推理支线。系统设计必须在架构稳固与范式重写之间保持高度灵活性。为了应对技术不确定性，该研究展示了自适应数据中心的终极蓝图。通过蓝色光纤通道，左侧的预填充与解码分体阵列被连接到右侧的多级巨型显存池。这种完全解耦的异构系统允许通过软件层面进行系统级重组。即使业务需求的 OI 或 CF 发生巨变，我们也无需等待下一代芯片，在同一个硬件代际内就能随时实现算力与内存的重新完美平衡。洞悉了操作强度 OI 与容量足迹 CF 的本质后，该研究明确指出，算力并非跨越记忆墙的唯一解药。
真正释放 AI 潜能的关键在于实现系统级异构与架构的彻底解耦。这种转变意味着 AI 的竞争正从单纯拼模型参数转向拼底层基础设施系统的综合效能，这是通往未来智能体推理时代的必由之路。